只是给这群服徭役的苦哈哈们每天提供了无限量的拼好饭外卖套餐，并且强行要求他们每天必须工作8小时，且1周强制休息2天。直到那天，我被10万叛军团团包围，我顶着10万把大刀的压迫，颤抖着端出了一锅叠满神券的黄焖鸡米饭。结果他们竟然全军覆没了！他们居然怕我衣服穿少了染上疾病，死活要为我披上这件黄色的衣服。等等，黄袍加身，你们这是要造反啊！公子，您醒了。这是哪儿？公子，您可算醒了，咱们这是在去服徭役的路上啊！您带着这50多号兄弟去给上面修陵墓，可您中途突然晕倒，这都躺了1天1夜了。徭役、亭长、修陵墓，绝了！一觉睡醒直接喜提地狱级穿越副本。最强自助餐系统拼好饭专供版，无限量畅吃 A 套餐2小荤2素菜 ，C 套餐1小荤3素菜，附赠1瓶330毫升小雷碧。公子，您是不是饿出了幻觉？等着，我给您拿吃的。这啥玩意儿？杂粮饼啊，公子，走了10几天，县里发的粮食早吃空了，这2个还是我偷偷省下来的，您先垫垫，等明天到了地头就能领到粟米了。丑是丑了点儿，好歹是古代纯天然无公害食品。凡子，你怎么不吃？公子您吃，俺不饿。放屁！你几天没吃了？没事儿，1、2天不吃饿不死人，俺扛造。唉，巧了不是，哥们儿现在别的不行，管饭绰绰有余。系统，给我来一份 A 套餐 B 套餐，再单批1瓶 C 套餐的雷碧。来，吃这个。公子，这雪白雪白的，是仙人吃的米吗？还有这肉，我的老天爷啊！问那么多干嘛？赶紧吃，吃完我还有话问你。公子您对俺真是天高地厚之恩，俺下辈子做牛做马。闭嘴，再废话饭凉了。公子，这肉您吃。拿走拿走，我嫌腻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公子！俺活了快40岁，这辈子第一次知道原来粮食能这么吃。在这个命如草芥的时代，也许我的拼好饭系统还真有点用。亭长，七老大这孙子想跑，被咱们几个兄弟逮回来了。老子没想跑，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就想看看周围有没有活物垫垫肚子。放屁！你就是想逃逸。要是真给你跑掉了，按大秦律法，咱们50号人全得掉脑袋。这哪里是活人，这简直就是一群刚从地狱爬出来的饿死鬼。你们就打算这副样子去服徭役，站都站不稳，风一吹就倒。到了地头怎么扛石头修陵墓？亭长，您别看俺瘦，俺骨头里长着肌肉呢，能干活。带我出去看看其他人。齐老大，还不赶紧滚起来给公子带路！你们今天吃饭了吗？公子，咱们赶路太急，粮食早见底了，大伙儿已经2、3天没见过一点带良心的东西了。那这几天靠什么活命？嚼草边啃树皮，运气好能抠点观音土。大伙儿都听着，别的先不提，先吃饭，吃饱了再说其他的。长官把咱们当人看，还给饭吃，别是断头饭或者有什么要命的差事吧？系统，给我上100份 A 套餐，肉菜随机盲盒，立刻马上！各位兄弟，今天每人就这2盒，吃不饱也不多给。你们饿得太久，怕把胃撑破了。等大家身体养好了，以后我管饱。厅长，您交个底儿吧，是不是要带着咱们造反？不造反，干饭！都去给我折树枝当筷子，赶紧吃！天老爷呀，烧肉，白花花的大米，这辈子第一次吃细粮啊！娘啊，您在天之灵看见了吗？你儿子吃肉烧肉啊！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吃播现场，我是真的看饿了。这玩意儿真费牙呀！先生高义呀！就你们这群病秧子，全都给我去北城挖水居，别在这儿碍眼。北城，那可是死地呀！这正中我下怀。天高皇帝远，边缘化地带，此时不摸鱼更待何时？公子，粮食领回来了，那帮孙子心太黑，按人头该给的粟米被他们克扣了足足2/3。哈哈，扣了就扣了吧。这他娘是啥？用这玩意儿挖水渠？他们是脑子进水了吧？这要挖到猴年马月去。过来，给你个差事，给你8盒 A 套餐，带个兄弟，天黑之前，务必给我找个能遮风挡雨的溶洞。公子，找到了，是个神仙住的地方。我操，妙啊妙啊，这地方简直妙哉！干得漂亮，去把兄弟们都叫过来，从今天起，咱们就住这儿了。兄弟们，明天就要正式开工了，先把规矩立一下。咱们这次是来服徭役的，但我准备实行8小时工作制，
不过考虑到大伙儿们身体底子太差，暂时降级为6小时工作制，意思就是太阳出来了，咱们再干活；中午太热就回洞里睡觉，下午凉快了再出去干活。另外，干5天活必须连休2天，刮风下雨不准上工，身体不舒服请假直接带薪啊不带饭休息。公子，老朽活了60载，这服徭役还有给休息的。哦，对了，从今天起每天管饱，1人1天3个盲盒快餐，1天3顿。公子，您说的管饱是真的，还给肉？肯定是真的，就是吃的不太好，1荤3素。其实我还有别的套餐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？不用换，1荤3素，这辈子就磕死在大荤上了。最后一条，7天必须给我洗1次澡，保持个人卫生，听懂了吗？拿2份 A 套餐给那小子送去。这是我们庭长给你的。不需要，带我见你们庭长。怎么，饭菜不合胃口？请问阁下，您在这荒山野岭中养死士，究竟所图为何？啥玩意儿？养死士？这小子脑不太好使吧？兄弟，你想多了，我没养什么死士，更没有掌控别人性命的癖好。那阁下给我这等珍馐美味，又意欲何为？这等断头饭，青山不敢接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看你饿得快脱相了，顺手分你一口。我手下50多号人，可从没逼他们干过些什么。对，咱公子仁慈，实行那什么6小时工作制，做5休2，1天3顿大肉管饱。爱吃不吃，来，不吃还我，刚好我没吃饱。吃，我吃。鄙人刘青山，这条命从今往后愿为公子马首是瞻。行了，赶紧去吃饱吃好，记住，身体才是自己的本钱。小刘，你在这儿干过3年小吏，对这附近的地形熟吗？回公子极为熟悉。附近有竹子吗？有，后山漫山遍野，皆是成材的毛竹。那有湖吗？向南2里地有一处极大的活水湖泊，湖泊周围还分流出了好几条清澈的小河。哎呀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公子，不好了，今晚领饭的人少了1大半。怎么回事？病了，大伙儿都倒下了。重度感冒发烧，这要是在现代，吃2粒药睡一觉的事儿，可在这儿简直是要命啊！公子，您懂得岐黄之术？别的不会，治这个略懂1二。小刘兄，你知不知道这山上哪里有野生姜？野生姜就是黄精，有，但得往深山里寻。雨停了，你跟凡子立刻就在附近找，千万别走远。药有了，锅呢？子若是在寻鼎卧，青山道知晓一物。以前这里曾是前朝的营房，后山留着一个极大的食槽。走，带路。系统，给我提取150份 C 套餐，全要雷碧。老天爷啊，一定要保佑这偏方管用啊！喝，这玩意儿能驱寒防病。这等浓烈的甘甜，还有这股游走全身的热气，公子，这难道是神仙喝的仙汤？习惯了，每天活在这些古代人一惊一乍的敌话世界里，我已经处变不惊了。剩下的也别浪费了，全倒进这食槽里，加山泉水，给老子煮一锅杂烩热粥。这老帮菜眼睛这么小，到底是睁着还是闭着啊？大叔，看你这一路风尘仆仆的，估计也没顾得上吃饭吧？来的都是客，要不先整点。原来传闻竟是真的。传闻？什么鬼？这才几天，江湖上已经有了哥的传说。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罗布，水煮罗布。原来是复姓水煮，单名一个罗布，好姓氏，好气运呐。行了，行叔，你还是先吃吧。就刚才这3句话的功夫，你肚子都已经响了6次了。那老夫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一路狂奔至此，确实腹中空虚。大叔，吃饱了吧？现在能说说你找我到底干嘛来了？老夫名叫刘寇，是刘青山的父亲。听闻犬子传信，说此地有仙人出世，特意过来看看。仙人？这绝对是那碗用雷碧熬姜汤惹出来的祸。大叔，你们父子俩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误会。这玩意儿就是我老家的一种普通饮品罢了。哦，普通饮品也能治好这风寒？哎，不解释了，跟古人解释碳酸饮料，简直就是对牛弹琴。你尝尝不就知道了。一口下肚，竟能顺五脏之气行君臣之礼，这果然不是凡品。
得，这下是彻底说不清了。公子，老朽今日前来，其实是有一事相求。多大点事儿？那雷碧你直接带走就行。公子，老生临别前有一句大逆不道之言相告：这天下马上就要不太平了。若公子有朝一日黄袍加身，千万别忘了现在初心，对百姓好点儿。这老头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，没想到还是个洞察天下大事的狠劫啊！流寇走后，山里的日子又回到了按路就班的节奏，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极其致命的问题：太臭了。再不弄点日用品，这日子真没法过了。不睡觉，你们溜达什么呢？回公子，大伙儿吃得太饱，睡不着，随便散散步。公子，天塌了！家父被皇上处以极刑，家母听闻噩耗，气急攻心，当晚便离开了人世。我那唯一的亲妹妹也在逃难中走散，生死未卜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你爹犯什么事了？家父劝阻皇上不要大修陵墓，言语过激，皇帝气急之下，当朝便下令将家父封建帝制，真他妈恶心啊！那个半个月前跟我面对面喝着冰镇雷碧的人，就因为在朝堂上吵了2句就没了，命如草叶，蝼蚁不如。不仅如此，今年大旱，灾民四起，前天总工程处那边发生了好几起平民闹事，公子，天下大乱了，您得早做准备啊！暴乱历史书上的农民起义。家父绝笔信中交代，命我务必将此物交托于您。他说，您一定用得上。这啥玩意儿？叼了个小毛崽子？这是虎符。家父生前暗中替一位大人物掌管着一支300人的精锐骑兵，剑符如剑人。300骑兵，有这虎符，我岂不是能横着走路了？齐老大，在。挑个腿脚最利索的兄弟，带上6盒 A 套餐，立刻赶往总工程处打探消息。记住，安全第一，发现不对劲，立刻撒丫子往回跑。死人，全是死人，地上淌的血把半座山的草皮都沤黑了。谁跟谁打的？不知道，全死绝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安静的瘆人。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，富贵险中求。樊子、小刘，点10个最壮实的兄弟，跟我走一趟总工程处。得益于这1个月拼好饭的疯狂奶贝，我们只用了1天时间赶到了目的地。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同关路。往西都一垂楚，伤心万间惊醒处。兴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。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。公子悲天悯人，胸怀天下，您果然不是池中之物。走，去兵器库。公子，这些人死都死了，衣服也是上好的麻布，要不要扒下来给兄弟们御寒？死者为大，给我管好你们的手，给他们留最后一点尊严。别干看着，掘地3尺，也要给我找出点带铁的东西。公子，找到了！就在我准备打道回府时，在那个偏僻的马厩里，居然还有4匹饿得皮包骨头的战马，隔壁的空地上还停着4辆完好无损的马车，简直天助我也！哈哈哈哈！有了这4辆马车和4匹马，以后拉物资简直如虎添翼啊！厅长，这还有个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家大人呢？算了，估计是吓傻了，先带回去，等他精神恢复正常了，再帮他找家人。那个门缝后还有把锯子。可以啊，眼尖。系统，开饭。怎么，不饿？吃吃吃！你看我们大家都在吃这个，放心，没毒的。怎么突然哭起来了？我爹，我娘，他们要是能吃上一口这个，就不会被活活饿死了。那你就更要好好吃，多多的吃，连着你爹娘的那份一起，好好活下去。兴百姓苦，亡百姓苦啊！这操蛋的世道。这个你吃吧，恩公。你自己吃，旁边那个叫雷贝，扭开瓶盖就能喝，甜的，女孩子应该都喜欢。姑娘，你自己吃吧。我家公子对这荤鲜不感兴趣，他平时就爱啃那硌牙的杂粮饼，配这个雷碧。我总不能跟他科普我是穿越来的，鸡鸭鱼肉早都吃吐了，现在流行吃粗粮养生吧。兄弟们，外面已经乱成一团，你们也看见了。我打算把所有人的家眷全都接到这深山里，建一个咱们自己的世外桃源。拖家带口回郡阳县，来回得2个月。系统给的盒饭虽然管饱，但常温下几天就馊了，路上干粮是个大难题。要想富，先公路，少生孩子，多种树。第一，这见鬼的水渠咱们先停工，从明天起全员转为生产建设。第二，利用现有的物资，全力制作干粮。干粮一备齐，立刻派人回郡阳接亲属。唉，行了，今天大伙儿都累了，各自休息去吧。
怎么把面粉做成压缩饼干呢？哎呦我去！凡子呢？他刚才见我跟着您进来，就笑眯眯走到洞口放哨去了。公子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。您若不嫌弃小奴粗笨，小奴愿意做您的暖床丫头。暖床丫头？我去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！停，妹子，你看看我这张脸，上面写着老色批3个字吗？你今年多大？15。叫什么？春妮。听好了，春妮，15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吃饭，多运动，开心活好每一天。至于什么暖床丫头这种话，以后在这个营地里不准再提。这样吧，以后你就和我跟凡子住帐篷，你的工作就是负责帮我打扫卫生、整理内务，算是我雇你的，包吃包住。我以前一直以为仙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，看来仙人也是近女色的嘛。放屁！这不是大好事吗？起码说明仙人跟咱们一样是男人，仙人要在咱们这儿扎根了。哎，我老家有个远房表妹，今年19岁，等回头我把我表妹也带来送给仙人。我呸！你能不能要点脸？19岁那是老姑娘了。我有个亲堂妹，那年刚满10岁，长得跟蛤蟆似的。你家基因能有什么甜美可人的堂妹？而在不远处的深山里，一幅独属于我们的基建蓝图正在徐徐展开。感谢工程总部的馈赠啊！有了那些物资，咱这生活质量一下就提高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整个营地化身为基建狂魔，有了充足的碳水，加上新缴获的铁器，大伙儿浑身有着使不完的牛劲儿。路是劈出来了，可要是有乱民顺着摸过来，咱们不就成了瓮中之鳖？公子莫忧，属下在这入山口挖了3个岔道，2甲1真，假的那2条引人走入死胡同，真的这条属下让人设置了连环陷阱和路障。你这货真特么阴啊！不过我喜欢，真没想到七老大这个狠人，以前居然是个顶级的木匠，一根根竹子在他手里简直玩出了花儿，大家同心协力，简直是直接步入小康啊！在他见缝插针的空隙里，我还硬逼着他给我编了个超大号的捕鱼篓。哥们儿的终极目标可是那片纯天然的野湖，大丰收！我来了！你们俩会游泳吗？回公子不识水舞，来都来了，不游个泳，简直对不起这片大好河山啊！公子，爽！哎呦我操！今天必须收拾你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鱼！嚯，好沉！番子赶紧来帮忙！大丰收！小的扔回湖里放生，大的全用草绳从腮帮子穿起来。凡子哥，你不是说公子菩萨心肠，从来不爱吃荤腥的吗？或许是公子想通了吧，这世道有肉谁不愿意吃呢？老子舍不得吃，老子嫌调料太少的大肉腻得慌。转眼又过了1个月，这个月的爆仓生活简直就像是做梦一样。后山的陷阱接连捕获了3头数百斤的野猪，剥皮后全被做成了一排排蔚为壮观的肉干。去湖边打了好几次重油窝子，米饭肉块都分开烘干，做成了可以长期储存的军粮。老子舍不得吃，老子嫌调料太少的大肉腻得慌。路上千万别省，遇到关卡能花钱花钱。还有，粮食带够了吗？水壶都装满了没？公子，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以前半拉馊了的杂粮饼都能硬挺3天。行了，别吹牛了，出发！预祝凯旋！我操，吓死爹了！原来是个梦。妈的，背上完全震透了。公子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事，做了个噩梦而已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还有夏拉春叶、方便面、卤蛋、火腿肠、压缩饼干。我操！如果说之前的 A、B、C 套餐是用来改善民生、搞基建的，那这方便面和压缩饼干就是妥妥的战争战略物资啊！天啊，这破系统突然给我解锁军用干粮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真要逼着我造反？真要我去杀了皇帝当娘娘？公子，您怎么了？系统，来1份1套餐，给，尝尝。这是什么好东西？也是一种饼，类你们平时吃的那个野菜饼。哎，你别吃太多啊！对不起，公子，春妮贪嘴了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饼干遇水会膨胀，吃多了会撑死人的。你每次只能吃一小点，听见没？公子，这一定是仙界的食物吧？对，老牛逼了，这叫人参压缩果，闻一闻就能活360岁，吃一口就能活47000年。误会就误会吧，反正我现在身上披着的神仙光环已经够多了，债多不压身，不在乎多出1个2个的。睡觉。
公子，大事不好了！土匪有一伙土匪打进溶洞了！土匪？怎么可能？小刘不是在外面修了路障和连环陷阱吗？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就摸进大本营？俺也不知道啊！这帮人对我们设置的机关了如指掌，连半个陷阱都没触发，直接就杀进来了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兄弟们有伤亡吗？这倒没有，他们没动手，只是领头的人点名说想见见您。见我？刀都架在脖子上了，躲是躲不过去了。大不了鱼死网破，老子现在好歹也有50个肌肉猛男。今日我等路过宝地，实属无奈，借点粮食。当家的若是同意，我们好聚好散；若是不同意，嘿嘿。看着眼前这些举着破树枝的人，说句难听的，我觉得我现在就算不用刀，只要站在他们面前打个喷嚏，估计都能连带着吹倒他们前排2、3个人。这样吧，打打杀杀太伤和气，你们派个人出来和我身边的兄弟掰个手腕，赢了粮食管够，输了你们立刻麻溜的滚蛋。嘿，别比了，老人家，俺怕一使劲儿把你这胳膊撅折了。比都没比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比不过？我跟你比，咱们主将对主将，一局定输赢。兄弟，你对自己的实力到底有什么致命的物质？行，既然你都提了，满足你。你这虎符是哪里来的？说，敢有一句假话，老子今天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你剁碎了喂狗。朋友送的啊。哪个朋友？敢拿我们将军的兵符？说不清楚，别怪老子刀下无情。刘青山，出来认个人。公子，您叫我。你是何人？小人刘青山。刘寇，是你何人？正是家父。仙山人啊，末将可算找到您了。等等，你们就是那支骑兵？对，末将名叫马进武，是寇老麾下骑兵2营的少尉。寇老出事后，那狗皇帝便下旨，命我们这支毫无补戒的孤军去云州镇压凶残的叛军。我们将军战死沙场，他临终前把这枚虎翼托人送出，并让末将带着剩下的兄弟一路向南寻找一位仙人。将军说，只要能遇到仙人，兄弟们就有活路了。既然你是刘寇的部下，那你刚才为什么认不出刘青山？仙人明示，末将当年只是在行营外远远见过寇老家的公子一面，那时候他还瘦瘦弱弱的，可现如今他脸上都长出肥渣了，这红光满面的，末将实在是认不出来啊。身份确认无误，刘青山将刘寇信中的绝笔托付之事说了出来。末将马进武愿为公子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想苟着，可这帮人非要逼着我黄袍加面啊！唉，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凡子，给兄弟们放饭，看把大伙饿的。每人2份 A 套餐，流水线作业10几分钟便分发完毕。现场近100号饿得几乎要嚼树皮的残兵，端着这等极其奢华的饭菜，仿佛不是救命的食物，竟然全都不敢下口。仙人，我等败军之将，寸功未立，不配享用这等高档的珍馐，求仙人收回，能赏弟兄们几个野菜饼续命，我等便心满意足了。马校尉，你放开肚子吃吧，咱们这营地里连拉车的马吃的都比野菜饼好，赶紧吃，我以后要仰仗各位出力的地方多着呢，都别客气。好，仙人，这碗饭末将吃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们这剩下100多号兄弟的命就是您的了。大伙儿听着，吃好喝好安居乐业才是根本。还有，我不是什么神仙，我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。从今天起，不准叫我仙人，看见我也不准下跪，听到没？谨遵法旨。天啊，真的是白米饭，连一颗骨壳都没有的纯白米饭！娘啊，你儿子吃上大肉了！我活了30年，第一次知道肉是这么软烂的，大米粥都没见过几回，今天竟然能大口大口的嚼米饭！能凭空拿出这等堪比皇室贡品的仙家食物，且眼都不眨的赏赐给几百号人，这位看起来年纪轻轻却掌握着通天资源的神仙，到底在谋划什么棋局？这天下怕是真的要变天了。你们当初饿得风都能吹到了，怎么还能不触发机关，悄无声息摸进溶洞大本营？那入口的真假3岔道和暗桩是寇老自创的御敌阵营，其余团选校尉以上军官必须被属。我一时好奇，就顺着生门摸进来了。外面怎么吵成这样？公子回来了，您派去郡阳县接家属的4个兄弟把人都带回来了。公子幸不辱命，人我们都带回来了。好，辛苦兄弟们了，路上没遇上什么麻烦吧？回公子，在前面母猪山跟几个劫道的山匪起了点小摩擦，但兄弟们手里有钢刀，没吃亏。他们能活着走到这儿，
看一眼传说中的神仙宝地，也算是能闭上眼了。找个地方厚葬了，这一路太苦了。樊子，立刻安排所有人先吃饭。真的是一整盒的纯白大米饭啊！有肉啊！却出城救你一死。哎呦我去！老先生快起来，您这把岁数，我可扛不住您这一拜。朽木名叫孙毅，原是平里乡的保长，公子就万民于水火，赐下这等仙家宝饭，这等恩德，便是古之圣人在世，也不及您半分。孙老，您听我一句劝，天大的事儿，吃饱了再说。公子说的极是，先吃饭，先吃饭。果然，这老登以前绝对是混官场的人精。你们4个，过来一下。怎么带回来这么多人？我记得咱们名单上家属没这么多啊。公子，这全是我一人的主意。当时走漏了消息，周边几个的难民一路跟着我们，俺实在不忍心，就全给带回来了。多出这么多张嘴，要杀要罚，您冲俺一个人来，跟他们3个无关。生而为人，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？做得好，都去歇着吧。顺便一定要用火烤过驱湿器，别弄出瘟疫来。几百号人涌入，多亏了马进武那100多个骑兵兄弟帮忙维持秩序。孙老还没安顿好，我这就让人腾间宽敞的竹屋出来。公子不必费心，朽木和青山挤一挤便可。你们俩认识？回公子，孙老曾与家父同朝为官，只因孙老性情刚烈，看不惯皇上大兴土木，结果被后宫一位贵人得知，反咬孙老结党谋逆，皇上昏庸，便将其革职查办，赶回了原籍。我操！我就知道，这果然是个朝廷大佬。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水煮萝卜，叫我萝卜就行。公子，我看一下增加了那么多人，人心隔肚，是否该一一排查一下，省得让一些小人有空可钻。那这户籍排查的重任，就拜托孙老和小刘多费心了。孙老，正好有个棘手的问题想请教您。公子但说无妨。这次来的人很多，我溶洞内生活铺都被消耗光了，不知道先生可知道哪里可以补给？生活品是什么意思？就像被褥、布鞋、衣服。哈哈哈哈！公子啊，公子，朽木还当是什么天大的难事，这有何难？哦，孙老有何妙计，快教教我。直接抢啊！神他妈抢啊！这老头切开绝对是黑的吧？表面温文尔雅老学琛，肚子里全是杀人放火的悍匪逻辑啊！公子莫慌，前方那座母猪山盘踞着一伙山匪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的劫掠百姓，4乡8镇对其深恶痛绝。这土匪都是亡命徒啊，咱们去怕是打不过他们。公子，您手下那支大秦最精锐的骑兵残部有什么深深的误解？可是，据可靠消息，老普珠山上养着战马20余匹，但毕竟他们常年搜刮民脂民膏，山上囤积的过冬物品不计其数，就怕到时候地形不熟。而且他们那位大当家有个特殊的癖好，从不要铜钱，极其喜欢收集黄金。奉天承运，罗布诏曰，这帮天杀的土匪居然敢欺男霸女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干他丫的！我立刻风风火火地找来马进武，把剿匪计划跟他和盘托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嗨，吓末将一跳，看您那视死如归的表情，我还以为出了多大事儿，原来就是去拔个土匪窝啊！您拔给我4匹战马，我带8个底下的精锐老兵过去，4天之内，我保证把那母猪山给您扬了。马大哥，对面可是土匪啊，你带8个人去攻山，千万别因为吃了几天饱饭就狂妄轻敌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公子，您把心放肚子里，那帮连阵型都站不齐的乌合之众，杀他们如宰土鸡土狗。你带8个人去，就算全给歼了。山上那么多被褥衣服，还有我的黄金，你们8个人怎么拿得回来啊？公子，孙老不是说山上有20多匹马吗？行了行了，按你说的办，赶紧滚去点兵。哼！5天后，母猪山剿匪大队凯旋。就这，不是说那个大当家极其喜欢收集黄金吗？怎么才这么一点？公子，这可不少了。这方圆百里，谁能拿出这些钱财？那是比城里的地主都要富有啊！行吧，你拿去跟兄弟们分了吧，我留着这玩意儿也没啥用。公子，这钱财是万万不敢收啊！那你拿一半。公子，末将该死。公子，这些足够买酒肉犒劳兄弟们了。剩下的您务必留着。
这给你自己买酒喝去。凡子滚进来，剩下的给刘青山，告诉他看着营地里缺什么，尽管派人去采买。那啥，兄弟们以前也不是专业干这行的，就是看着能用得上的，就顺手全带回来了。干得漂亮！简直是持家有道，万城之国威震天下。等老子也攒够了1万匹马，哈哈哈哈哈！等等，这咋怕突然冒出什么国不国的？这乱世的氛围简直有毒！孙老，我有个想法。公子请讲。咱们是不是该考虑换个地方住了？公子，你终于要开始了。对啊，总不能一直在这儿闻屎味儿吧？你帮我参谋参谋，咱们换个什么地方比较合适？鄱阳，此地依山傍水，地势险要，前可进兵逼临州府，退可抗击大军，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公子若取此地为基，霸业可成啊！不是大爷，谁要去打仗了？我就是想换个宽敞点的地方，改善一下居住环境。上兵伐谋，暗度陈仓。公子以改善居住掩人耳目，实则暗具要冲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没救了，这老头彻底没救了。公子，我们终于是要开始了吗？大半夜不睡觉，你们干嘛呢？回公子，晚饭吃太撑，睡不着溜溜。公子今天找我盘点物资，看来是真的要反了。再不反，俺都要疯了！天天吃那大米饭、红烧肉，俺这心里慌的一批啊！阎王爷都不敢给这待遇，谁不是慌的一批？可我今日看公子的神色，似乎还有些顾虑。他在等，公子在等一个借口。借口？像公子这等谪仙般的人物，讲究一个顺天意、利民心。如今我们有粮草、精兵、民心，所谓天时地利人和，全在公子手中。他现在缺的只是一个名正言顺、合适借口。那得是个什么样的借口才行啊？实在不行，咱们造一个。借口始终是假的，万一被发现了咋办？真真假假有何关系？天下大乱，只要有人信，假的也是真的。接下来咱们这样，开城门迎先生，先生来了不纳粮。莫道10人2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。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你们把我当猪打发吗？假装狐狸现雕的10人，汉末黄巾军的口号，你们缝合的敢不敢再敷衍一点儿？都是成年人，谁还会信这种低劣的封建迷信？公子，外面有一位瘦小的老者主动到溶洞拜访，说无论如何要见您一面。先生，尝尝我家乡的饮品，风味独特。公子，这饮品还当真是特别啊，犹如雷霆在口中翻滚，醒脑提神。老先生，您还没吃饭吧？实不相瞒，来得仓促，确实已有2日未曾进食了。好家伙，又是一个饿着肚子来谈业务的。看来传闻都是真的。啥传闻？坊间传闻公子乃天人降世，今日老朽亲眼所见，这传闻甚至不及公子的1/1000呀！先干饭，吃饱了再聊。老先生怎么称呼？今日冒险见我，所谓何事？老朽赵存善，鄱阳城父母官，听闻先生寻觅新住处，如今本城正海纳万民，特来邀请先生携众入住。我看天色已晚，山路难行，今晚就在我这凑合一晚吧。公子盛情，老朽本不该推辞，只是随行2名护卫被拦在山下，能否让他们一起上来？这事儿搞的，小刘现在这安保做的也太密不透风了。凡子，去把山下那2名护卫带上来。这饼干遇水就会膨胀数倍，千万别吃太多。果然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赵老，有难处尽管开口，我罗不绝无二话。日后几百号人搬进坡平城，还得仰仗您多加关照。实不相瞒，坡平城大旱欠收，赋税沉重，早已断粮，百姓成片饿死，恳请公子大发慈悲，协助一二。赵老稍等，这地套餐今天就让他派上用场吧。等3分钟，来尝尝。这是老夫有生以来吃过最不可思议的面食，这鲜香太美味了。这是一整套的灵魂伴侣，虽说营养可能不如红烧肉，但用来充饥换命，绝对没问题。公子，您的意思是愿意赐给我们一点这种面，去救济城里的百姓吗？一点怎么够救活一个城的人？我这里9辆宽大的马车全部装满，应该足够暂解你们的燃眉之急。
公子高义呀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凡子，去把马进武叫来。老赵，吃完了就带人过来拿，我这里量大管饱。来，我们一起商讨一下搬迁坡平城的事宜。还有一件事，以后营地里给我少搞点什么10人1只眼、狐狸开口之类的封建迷信，幼稚不幼稚？公子教训的是，不过这些可都是天意呀。唉。我操，公子，这座坡平城可是前2个朝朝定贵中原的古都啊，难怪能有这等气吞山河的架势。住在这儿，要是来场暴雨，几百号人非得生病不可啊！公子，仓促之间只能委屈兄弟们先在窝棚里将就一下。从明日起，木便找城里的老工头带领大家夯土脱坯，正式盖房。抓紧干，务必在雨季来临之前，让大伙儿都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家。公子，您可算来了。公子一路舟车劳顿，您的专属住处老朽已经安排妥当，请随我来。老孙、青山、凡子、春妮，你们几个带上东西，跟我走进城。我的个乖乖，这规模都快赶上故宫了吧？住这儿？正是此地。我是想住大房子，但我也没想住皇宫啊，就没有小点的院子吗？这地方也太大了。公子以先良废弃宫钺，乃是身外之物，万物推辞。您若不住，便是打破皇城百姓的脸啊！哎，不是这么大地方，我一人怎么住？把大伙儿都喊来挤一挤，省得在外受冻盖房。这皇宫够住几百号人了。公子不必担心平民，有先良为盾，2月之内外城土坯西房便能全部造好。公子安心住下，不用太久，这座宫殿里自会有人来陪您。什么意思？谁要来陪我住？难不成要给我塞3宫6宴？算了，天色也晚了，先凑合一宿再说。实在住不惯，明天换个4合院就是了。连日的奔波让我骨头都快散架了，别说这床睡上去还真挺踏实，住在城里就是爽啊！这腐败的城里人生活。既然咱们大本营都搬进来了，大家也别天天啃干脆面了。A 套餐，给我嗨起来！我立刻通知赵存善，在坡平城内东南西北设置4个固定的免费领饭点，每人每天凭人头领1盒。我让赵存善发动马进武的骑兵团，给饿倒下不了床的孤寡病弱送饭上门。我的个乖，简直累麻了！不行，绝对不能这么搞下去了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等来年开春，必须组织这帮人恢复春耕，自己种地才是王道啊！赵老啊，你看，咱们这几百号兄弟也跟着我来了这么久了，是不是该把大伙儿的名号问题给解决一下？名号？对啊，几百号兄弟跟了我这么久，总不能一直当流民黑户，在县衙上了名册，往后经商种地才算合法良民，不是？明白了，请公子放心，此事老夫必当肝脑涂地，办得妥妥当当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，老夫早有预料，今日公子主动开口询问名号之事，便是在敲打我们。乾隆在渊已久，是该腾云九霄了。不就是办个户口本吗？俺们当流民当怕了，公子心疼，求个良民身份，咋就腾云九霄了？蠢货！你见过哪个良民住在这前朝的皇宫大代？公子说要定名号，那说的是国号。马校尉说的对，当今圣上荒淫无度，搞得流民四起，恶殍遍野，天下气数已尽。这95之尊的高位，自是有德者居之。只是我们目前兵微将寡，仅凭1城之地，此时公开打出新国号，竖起反旗，会不会引来朝廷大军的讨伐？放心，老夫被贬这些年可没闲着，暗中联络了朝中旧部与封疆大吏，都要定下国号，竖起，不出半月，鄱阳城必汇聚天下雄才，人满为患。可是公子言行间似乎并无争霸之心，更像小富即安的性格。咱们强行推他上去，他会不会不乐意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这谋逆的千古骂名，就由我们做臣子的来背。定国号，拟檄文，清君侧。不是，大清早的让我穿戏服干嘛？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我的生活彻底变成了一笔糊涂账。又过了2天，春妮告诉我，大家打算在鄱阳城的废弃皇宫里开个大会，商讨一下未来的行动纲领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我操！去你大爷的！你们搞什么幺蛾子？公子，时至今日，天下苦前地久矣，民将不民，国将不国。我等愿追随先生，成就千古霸业，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。不是大爷，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这一点都不好笑。这哪是开会啊？
这分明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逼良为帝啊！先生切莫推辞，您居溶洞时曾有巨狐口吐人言，开城门迎先生，先生来了不纳粮，由此天象示警，老朽才率全城百姓誓死追随啊！造反是要诛九族的，老子的系统是发10块钱拼好餐，不是东风快递，拿什么跟大清正规军硬刚？既如此，公子所住竹林还曾挖出10人，备课莫道10人2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法，面向酷似公子，神识县仍供奉营中。还有俺们捕鱼时从渔父剖出卷书，上书苍天已死，黄天理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，数百兄弟亲眼所见，岂能有假？公子，天命难违，天下苍生皆在期盼着公子啊！不是这事儿，哎呦，你们这是要把我往火坑里推啊！公子，乱世难逢明主，若公子执意拒绝，我等再无盼头，唯有死谏。难怪古代规定上殿面君不能带武器，这他妈动不动就集体抹脖子，谁受得了啊？但都到了这份上，我若再敢说半个不字，这大殿今天绝对要血溅无补。唉，没办法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。行了行了，把刀都放下。既然大家如此苦苦相劝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当这个皇帝吧。你们这脸变的可比翻书还快啊！这分明就是我欲迎还拒、自导自演的群谋大戏啊！原来我才是那个千古影帝。公元886年，罗布顺应天命，自立为帝，改国号为倭罗，大罗先帝。神特了大罗先帝，神特了国号叫罗。这帮人要是没在背地里串通预谋，老子天倒立洗头。父皇万岁！天下大乱，万民失所，值此新朝召见，应及早商讨大罗先朝的治国良策啊！搞毛线啊！一觉起来成皇帝了，底下大臣连名字都叫不全。网上说世界是草台班子，我这哪是草台班子，简直是漏水的破水桶班子啊！算了算了，好歹受过现代大学洗礼，论知识眼界谁能比？既来之则安之，就当开家创业公司当 CEO。我操，这就是权力带来的顶级幸福感吗？关于国策，鉴于咱们现在这个家底，我建议大家先猥琐发育。吾皇万岁！臣等才疏学浅，实在不知这猥琐发育是何等高深的帝王之术。和大家没关系，是我的词汇问题。所谓猥琐发育，翻译过来就是韬光养晦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吾皇万岁！可是哎呦我操！你丫是不是出门没吃药？哪来这么多废话？不想吃大肉盒饭了？给我记住，吾皇永远是对的，错了也是对的。我有病啊！我他妈就是有病啊！那边怎么了？你刚才想说什么？我都没听清。回吾皇万岁！微臣刚才想说的是吾皇英明，就是这样，对，就是这样。那你走路怎么歪歪扭扭的？刚才那脚受伤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臣是刚才听闻吾皇韬光藏晦的圣训，心中太过激动，不小心自己跌倒的。人家敬畏的压根儿不是我这草头班子的皇权，而是我这系统的盲盒快餐啊！哎，这位大人，怎么称呼你呢？吾皇万岁，下官名叫康存民。众人吃柴火焰亮。我大罗仙朝今天刚开张，你们有好的建议都尽管提出来。吾皇能凭空降仙粮救万民，我这点凡俗之见，可不就是坐井观天吧？你枉妃犹是谪仙下凡，为拯救苍生而来，绝没有眼前的昏庸君王可比。盒饭要紧，可天下大义，黎民苍生更要紧。我康存民只读了半辈，不能为了一口肉把良心丢了。吾皇万岁，臣要死谏。灾荒数年，早无余粮，连明年的种粮都已吃光。吾皇想韬光养晦，想法极好，可无米之初，就算只想恢复最基本的农作，也万般困难啊！有这么严重？真没别的办法吗？难如登天啊，皇上！只有那些地主的地窖或许还有谷种，即便勉强种下，百姓大半粮食得填肚子，剩下的才能做种，起码要熬上整整3年才能勉强恢复到往年大半啊！那如果结出来的粮食大家全都不吃，全部接着当种子种下去呢？若真能如此，便只需1年，我大罗仙朝的农业便可直接恢复到鼎盛时期。那这不就简单了？但是皇上，这天下80%的良田和土地，我操！你这意思我们接下来要搞的，不会是传说中的土地改革吧？不会吧，老天爷，这么狗血的史诗级分句，真要落在我这草台班子皇帝头上吗？老康，你主管生产，为什么会如此担心农田和谷种的事？下官主管农桑，深知无粮不稳，自然会殚精竭虑。那你懂种地吗？启禀吾皇，下官精通农事育种、牛羊畜牧之法，皆了如指掌。这老狐狸背地里到底是帮我网罗了多少神仙人啊！吾皇，边关防线不可退啊！演练军阵，刻不容缓。妈的，快中午了，天大地大，干饭最大。我尼玛，这小子是我肚子里的蛔虫成精了吗？这职场眼力劲儿也太可怕了吧！那个，今天早朝就先开到这儿，大家站了一上午也累了，先吃饭。想上厕所的赶紧去解决一下，20分钟后咱们准时开饭。啥叫20分钟？啥要叫上厕所？没听清圣旨吗？想上厕所的赶快去，20分钟后开饭。出宫，吾皇的意思是让大家去出宫。哦，你过来，怎么称呼你？
回吾皇万岁！小人名叫福喜。福喜，你是太监？回吾皇，小人现在还不是，只要吾皇需要，小人可以立刻是。明日小人就自己动手去把那巫师给……停！千万不要！我警告你啊！你要是敢无礼净身，老子绝对不要你！还好，差点造孽。你这人机灵，以后别乱跑了，就当这皇城的总管，常伴我身边吧。小人叩谢天恩，吾皇万岁！吾皇万岁呀！哦对，总不能让这帮朝廷大员像土匪一样蹲在地上端着饭盒扒拉吧。吾皇可是想赐下桌椅，皇宫内的桌椅大多存放在偏殿的库房，若现在派人过去搬运，起码得耗费3炷香的时间，饭菜怕是要凉了。既然如此，大家就将就一下，席地而坐，就地干饭吧。那啥，福喜，把外面站岗的侍卫小哥也喊进来，领盒饭。得嘞，开吃吧。感谢吾皇赐食，感谢吾皇赐食，感谢吾皇赐食。老子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动不动就下跪的坏毛病给你们改掉。老康啊，你结婚了吗？吾皇，结婚为何意？就是你成家了没？回吾皇，微臣已然成家，育有一子，今年8岁。8岁，正是狗嫌猫不待见的年纪。这个你带回去给孩子吃，这玩意儿能解馋。别发愣，你先尝尝看味道怎么样。吾皇，此乃何物？竟如此甘甜浓郁！微臣自出世以来，从未吃过此等绝世美食。我老家的特产叫压缩饼干，不过记住了，这东西千万不能多吃，不然会活活胀死。没吃饭的话，最多吃1块；要是吃过饭了，只能吃半块解馋，听懂没？臣待犬子叩谢天恩，感谢吾皇赐食。行了，吃你的吧，回头有空找你细聊农业的事儿。皇，微臣有一个关于疏虚河道的建议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臣有一个冲城墙的想法，不知当讲不当。皇，臣有一个安抚流民的规划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这帮人分明是看到康村民提了个意见，就被赏赐一大堆神仙压缩饼干，现在全在这强行刷 KPI 呢。这职场里的人性弱点，算是被他们给玩明白了。各位的忠心，朕都看到了。回头每人5包压缩饼干，今天下班的时候排队过来领。敢问吾皇，下班何解？就是下朝。遵义赵存善、葛林蔡宝一现封你们为内阁大臣。臣等遵旨。当个舒舒服服的甩手掌柜，这才是我穿越的终极目标啊！老赵，这鄱阳城里有没有极其庞大的仓库？回吾皇，鄱阳城内共有5处官用巨仓，除了您居住的这座外，东南西北4城各有1处，每处库房又细分为粮库、军备库、食物库，其中粮库规模最为宏大。不过库房里全是空的。吾皇明鉴，不止如此。连年辽民四起，朝廷的苛捐杂税早就把城中库房搜刮得空空如也，加上年久失修，目前早已是摇摇欲坠的危房了。问题不大，立刻派工匠查勘，能修就修，危房直接弃用，给你3天，3天一早把全城马车集中到皇宫内库来进货。进货为何意？别管那么多了，你到时候拉着空车来就行。樊子，你带一队兄弟跟着赵大人跑一趟，把马进武也叫上。这几天的安保和物流必须给我盯紧了。走，带我去这皇宫里的内库看看场地。吾皇，那地方在宫城最深处，荒凉至极，连路都快被野草盖住了。怕什么？去看看，朕有几万吨的生意要处理。这里的建筑业已经发达到这种程度了吗？全是粗壮的原木榫卯结构，连一根铁钉都没用，居然能拔地而起10几米高。感情这古代造房子的基因是不服不行。找死！这可是在古代啊，连抗生素都没有。要是被这野狗咬上一口，染上狂犬病，那我这大罗仙帝绝对是十死无生。万幸，今天算是捡回了一条狗命。我操，你会武功？回吾皇，小人自幼习武，会一点点粗浅把式。那你这武功算不算高啊？也不算太高，差不多有3层楼那么高吧。神特6层楼那么高？你是从周星星电影里穿越过来的吗？孙老子不声不响就给我安排了一个大内第一高手当贴身保镖。福喜，去调集一队可靠的禁军过来，把库房打扫干净，12时辰严密驻守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小人遵旨。吾皇，难道您真的是从天上下凡的仙人？仙人板板，烦死了！老子没时间跟你解释量子力学和系统空间。唉，终于不用每天亲自发盒饭了。朕的大罗仙朝稳了。开玩笑，有这么个彪悍的人形兵器当贴身保镖，这满满的安全感，不在自己的地盘上四处溜达溜达，简直对不起我这大罗仙帝的尊号。吾皇啊，外头兵荒马乱的，吾皇万金之躯，若是有个什么闪失，微臣们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啊？说起来，你们这帮古人才是我的真祖宗啊！论起辈分，穿越来的我在你们面前简直弱到了尘埃里，好吗？一下，吃下。七老大，吃饭没？回公子，还没吃呢。巧了不是？那咱们先吃饭，吃完再聊。公子，以前都是被你照料，小民无以回报，这顿饭我请公子吃啊！你请我？行，
恭敬不如从命。那我今天就在你这儿好吃一顿大餐。老婆，快，赶紧生火烧水，把家里最好的碗拿出来，公子要在咱们家吃大餐了。公子久等了。叫你家老婆和孩子过来一起吃啊？不用，他们妇道人家在后厨对付一口就行。公子您趁热尝尝。我操，16啊！这他妈是方便面，味道绝对不寡淡，口感上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违和，甚至极其惊艳的突出了层次感。这破面居然还能上升到这种高度，公子是不是不合胃口？不是，简直太好吃了！我从没吃过如此绝妙的美食。公子爱吃就好，公子您再多吃几碗啊！是不是嫌俺家碗脏？我这肠胃就这样，吃一点就饱，没那干饭的福气啊。公子若是无福之人，怕是这天底下个个都是倒霉断了。七老大，我一直没想明白，这面条的调料就那么小小一包，你加了这么大一盆水和菜，怎么吃起来还是这么有滋味啊？公子有所不知，咱们这鄱阳城啊，地下产井盐，俺往那面汤里可是抓了一大把青盐，这菜炖出来能没滋味吗？鄱阳产盐，在古代，盐不就意味着朝廷的钱袋子，是招兵买马的终极外挂呀？我原本以为自己只带着一个盒饭系统，没想到这鄱阳城底下居然还埋着一座金山，原来是这样啊！这下朕的大罗仙朝不仅有饭吃，还要发大财了。七老大，去把你老婆和孩子喊出来见一面吧。听当家的说，公子喜欢吃这野菜饼，这是民妇亲手烙的。公子若不嫌弃，带在路上吃。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拿了人家的手工特产，哥们儿这大罗仙地总不能白嫖吧？系统，把刚才没发完的套餐全给我提出来。这盒饭不能放太久，吃不完你就分给左邻右舍。至于这个压缩饼干，一次性绝对不能吃太多，会把肚子活活胀破的。公子万万不可啊，这太贵重了，小民就是10倍做牛做马也不敢收啊。拿着，咱们以前都在一个工地搬过砖，都是熟人，客气啥？公子，还有个极其要紧的事儿，您先等我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您就坐在这儿，千万别走啊！俺去就来。七老大，你这是要干嘛？组女团出道吗？公子，他们4个都是俺远房亲戚家的闺女，您看这模样，绝对都是1等1的，都是刚满18岁，至今都未许配人家。公子大可将他们一并纳作小妾，来年一定能帮公子开枝散叶。要亲命了啊！我要是早知道这货憋着这门心思，早翻墙溜了。现在好了，彻底走不掉了。七老大，这个绝对不行，你这是妥妥的包办婚姻啊！不要随便给人家女孩子的人生做主。哪个正经女孩子愿意稀里糊涂的嫁给一个从未谋面过的野男人？他们肯定是被逼的。听见没？公子说了，机会你们自己把握。奴家愿意的，奴家也愿意服侍公子。好嘛，自己挖的坑，把自己给活埋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完犊子，福喜肯定正琢磨着把人抬进宫呢。连大内高手都这么八卦，退而求其次，今天就算说破天，也不能真把这4个高中生带回去。哎，对了，你们都叫什么名字？回公子，奴家叫小红，奴家小花，奴家小绿，奴家小叶。红花绿叶，不是这名字怎么听上去这么像城乡结合部的社会大姐大呢？4位姑娘，我们先不谈价码。假如我们现在的皇宫确实很大，但是你们要想清楚，宫门一入深似海，皇宫极其荒凉，远离父母，远离亲谋。每当月圆佳节，你们只能凭栏独倚，惆怅悲凉，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我就不信，这还下不退这几个侍卫身的丫头片子，你们可一定要慎重啊！公子好文采啊，公子好深远的意境，公子好绝美的诗词，公子简直好得很。完了，全特都完了，这下是真的走不脱了啊！谁他妈来救救朕啊！那什么，皇宫里还没收拾好，改天我再派人来接。公子若是不收留，奴家们回去也是被爹娘用棍子打死。与其被卖进暗门子受辱，奴家宁愿今日就一头撞死在公子面前，以全清白。我收还不行吗？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微服私访绝对不能再暴露身份了。吾皇，车备好了。这他妈哪是马车啊，连个顶棚都没有，就坐这玩意儿回宫？回吾皇，这已经是附近能找到最宽敞的车辇了。我这造的什么孽啊！本想微服私访，这破事儿一闹，全搅黄了。赶紧回宫避避风头。不是说吾皇是天上的谪仙下凡吗？怎么神仙也有男女之欲，而且一口气还带回来4个？吾皇回宫了，今日微服视察，看来是极其顺利呀。这老家伙绝对是故意的，憋笑能再假一点吗？连平民都往皇上身边塞人，老夫内阁重臣岂能落后？必须争宠。吾皇，老臣有个嫡姬岁年方18，饱读诗书，貌若天仙，明日就派软轿把她送入宫来服侍皇上。我尼玛，刚被迫收下4个大学生，老头又要塞一个给我，我这大罗仙朝开婚介战的吗？爬，给你爬远点儿！吾皇，爬为何意？难道您的意思是，明日不仅要将老臣的孙女送来，还要让她从宫门外一路爬进吾皇的寝宫吗？
靠口水都说干了，终于把这几个姑娘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。老葛啊，老葛，你把你那颗想送孙女爬进宫的政治投机心给我收一干好吗？春妮儿进来给这几个女孩安排下榻的偏殿先住着。今天这又是逼宫又是塞人的 ，CPU 都快烧干了，是时候好好商量一下猥琐发育、广积粮的核心国策了。赵老，你是鄱阳的地头蛇，这城内底子最厚的地主有几家？地主何解？就是那些有钱、有粮、有大片良田的豪绅。启禀陛下，鄱阳城五大富妇，柳家势力最盛，良田千顷，更霸着方圆百里的盐泉和最大镖局，嚣张得很。等会儿，盐铁向来不都是朝廷官府中营的吗？一个地方豪绅，怎么敢私自经营盐泉？陛下有所不知，柳家在鄱阳城比官府还像官府。第一代家主曾替某位皇子干过见不得光的买卖，逃了第1桶金。后来那皇子登基，竟荒唐地赐下金书铁券，特许柳家养私兵，贩私盐。哼，原来是有免死金牌啊，来头不小。不仅如此，鄱阳城周边9县27乡，柳家的黑白生意像蛛网一样早就渗透了，镖局遍布全国，结交的江湖草莽数都数不过来。这柳家在百姓心中风评如何？欺男霸女、兼并土地、伤天害理之事，柳家罄竹难书。那这柳家存粮多吗？击鼓烂仓，陈粮压着新粮，宁可发霉也不肯低价赈济灾民。地呢？陛下，您现在的这座废弃宫殿，曾经都被柳家强占去当过跑马场，这下麻烦了。柳家是垄断巨头，养着私军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真动起手来，我这草台班子扛得住吗？陛下，可是有什么极其难办之事？朕就是想找着柳家借点地，借点粮做启动资金。找柳家借？陛下，是烦恼那柳家不愿借？人家势力那么大，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还有绝世高手坐镇，这事儿不好办啊！你们笑什么？陛下多虑了，在老臣看来，此事极其简单。很简单，雷霆雨露皆是君恩，只需给柳家钱粮降下一些赏赐便好。赏赐？我拿什么赏赐？我都快穷得叮当响了，总不能赏他们泡面吧？赏赐他全家不死。地有了，粮也有了。吾皇圣明，只要地主不捣乱，1年之内必定让鄱阳城的粮产恢复到正常水平。老康，见过土豆、玉米、三薯吗？特别耐旱，随便一埋就疯长，产量还贼高的那种。看来想要引爆农业革命，还得想办法搞到这些跨时代的高产农作物啊。虽然我现在手里握着最强外卖系统，但说到底，我只是个肉体凡胎的现代社畜啊。所以恢复本土农耕生产势在必行。对了，既然大家都吃不饱，平民家里怎么不养猪呢？回陛下，一来没粮可喂，人都嚼草根，哪有泔水养猪；二来公猪不阉，腥皂难吃，阉了又易死，百姓赔不起，不如养鸡稳当；三来猪仔稀缺价高，平民根本买不起。这大罗仙朝的基建之路任重而道远啊！陛下，天牢里关着的那位女子，您打算怎么发落？哪位女子？就是柳家重金请来的那位绝世高手啊！嗨，她也就是个拿钱办事的打工人，给她接点工钱，不是给她发2箱泡面，放她走吧。陛下不可，要不您还是见一见他吧。此人极度不凡，武功绝不在小人之下。当时他之所以输给我，很明显是故意为之的。故意输的？说实话，我现在一听见女的这2个字儿就头疼欲裂。算了，多教好一个绝世高手总没坏事。行吧，带到书房来，朕在那儿见他。大罗仙帝，民女冤枉啊！我操！怎么又要开始古代苦情剧的固定套路了？民女薛红梅自幼随父徐建，那年父亲秉公刑法被陷害，上吊砍死在死牢之中，母亲悲愤撞柱而亡。民女凭一身拳脚翻墙杀出血路，才逃出升天。自此，民女像条丧家犬，路过鄱阳，听闻有仙人将士救民水火，便在柳家当护验，只等时机投靠明主，为爹娘报仇雪恨。
前些天民女打探到您在城中海选，民女觉得时机到了，想去投奔，谁知撞见了您旁边这位高手，他二话不说，一记闷棍给我打晕，像绑猪箩一样撸了回来。明人真的是来投奔您的，并非柳家死士，更无半点异心啊！嘿嘿，身边凭空多出个顶级女保镖，这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，谁不愿意？赶紧把人家姑娘扶起来，顺便把镣铐打开。不劳这位总管先生大驾，民女自己来。好俊的缩骨功，真货，绝对的绝世高手。来来来，先随便吃点垫垫肚子，这是一种独门饮品，口味极其独特。还有这个压缩饼干，平时当零食吃，但一次不能多吃，容易胀肚。这大罗皇帝好怪，一点帝王的威压都没有。陛下赐食那是天大的恩典，你还不谢恩，傻愣着干嘛？谢吾皇恩赐。愣着干嘛？吃啊，这红烧肉味道可是很赞的。光吃干的噎得慌吧？那个雷碧，你尝尝，极其特别。没事没事，机操勿六，这水就是这么个德行。下盘要稳，剑出要快。好家伙，别人当皇帝，后宫里是3000佳丽争风吃醋，我这倒好，直接搞出了一支古代版的特种女子突击队。陛下，天下大乱，臣有极其紧要的军情启奏。草莽红九率流民揭竿而起，连扩4城，拥兵10万。西边红莲圣母李红莲妖言惑众，信徒如蝗，所过寸草不芳。各路小股势力数不胜数，旧皇帝奢夷无度，国体摇摇欲坠。陛下，我们在鄱阳韬光养晦，但半月内已抓获数名他国探子，若一味防守，待流寇做大，恐有国破家亡之祸啊！局势已经糜烂到这种地步了，孙老可有什么破局的对策？攻打4进城。4进？薛红梅不就是4进城逃出来的吗？那地方可是杀了他全家仇人的老巢啊！这4进城卡在我们咽喉，必须将其拿下。我明白了，但是孙老，既然要打，应该要有具体的计划吧？自然是有，首先是选将、募兵、打造军械、演练阵法。完了，这些东西我一样都不会啊！陛下，其实刚才老臣所说的那些虽然繁琐，但有马进武将军皆还算简单。连孙毅这种老狐狸都觉得困难的事，难道对面有高达？孙老，别卖关子了，最难的到底是什么？粮草。我去，粮草！你跟我这铺垫了这么久，一副马上就要亡国灭种的样子，结果你告诉我最困难的是粮草？嗨，孙老，我还当什么事儿呢？粮草小问题啊！陛下不可轻敌呀！行军打仗，那所消耗的粮草数量可是极其庞大，堪比吞金怪兽的呀！把心放肚子里，别说打个小小的4进城，就算打到天涯海角，朕保证让前线大军餐餐有大肉。开玩笑，满打满算你能募多少兵？老子有盲盒系统，那不是分分钟把你们喂吐。陛下，除定下攻打4进之外，还有一事极其紧要，需要您恩准。什么事儿？启禀陛下，臣等建议，此次4进之战必须由陛下您御驾亲征。我懂了，我全他妈懂了，这帮老阴魄在这等着我呢。朕御驾亲征。陛下，此次若是陛下亲率大军凯旋而归，这是定海神针般的壮举啊！我懂了，这4个老狐狸是非要亲手把我推上那个铁血帝王的宝座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朕御驾亲征。我有糖，有盐，有肉，现在连自热技术都有了。4京城的孙子们，打不死你们，老子耗也耗死你们！陛下圣谕，全军平身！同志们辛苦了！在我大罗军中，效率第一，那些礼节通通免了。以后见了朕不用跪，咱们改握手好不好？算了，行动胜过语言。尝尝，这玩意儿叫吃了不饿，好吃顶饿。老张，你说这发食物我可以理解，但这摸手是何意？嘘，你小声点。
你没听说吗？陛下进城时带回来5个妙龄女子，知道啊？举城皆知，陛下艳福不浅呐。据我所知，那些女孩直到现在竟然清清白白，毫无男女之实。你是说，咱们陛下他其实好的是那一口龙阳之好，断袖之皮？极有可能。妈呀，那我一会儿见了陛下，是不是该把胸脯挺起来点儿？大家一起吃。陛下恩赐，全军共食。陛下恩赐，共食。老天爷，我这辈子从未吃过如此味美的东西。妙哉妙哉！成何体统！陛下还在台上看着呢，交头接耳，队列混散，我大罗君威何在？敬！这画面简直荒谬到了极点，总感觉我特么在疯狂篡改人类历史啊！兄弟们，从今天开始，只要有朕在，让你们顿顿吃饱，顿顿吃好。只有养好了身体，才他妈有战斗力。吾皇万岁！谢主隆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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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承认，此时此刻的我彻底上头了，彻底激动了。为了部落 ，Loktar Lobo！ 为了部落，部落是哪路神仙？不对，你肯定听错了。吾皇说的是为了大罗。那后面一句又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杀戮的萝卜？胡说八道！我内力深厚，听得真切。吾皇喊的分明是肥耳鹰的猴。我操！刚才血往上涌太激动了，下意识就吼了一句这个时代根本不存在的文化符号，这让我怎么圆？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，绝对不解释。老臣拜见陛下。不知陛下前几日时赏赐给将士们的那种神物究竟为何物？哦，你说驾力架啊？我家乡的一种小零食，赵老要吃吗？陛下，此物您手里可多？赵老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陛下，此物乃是用极其精纯的蜜糖熬制而成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等同于货币呀。货币？战争打的是什么？是兵马，是粮草，打到最后不全特玛是钱？假说我有极其恐怖的铸币权，这天下还有什么样的战争打不赢？不好意思了，各位。哥们儿，我正好毕业于国际经济和贸易，看老子如何利用现代金融知识，把你们这帮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赵老，传旨，鄱阳城内及周边，每人免费派发3根价力棒，告诉百姓，此乃仙家秘制蜜糖，味美耐存。老臣遵旨。陛下恩赐，每人3根仙家精炼蜜糖，味道绝美，久存不坏。排队领取，不得哄抢。我用这个换你一只老母鸡行不？放屁！我这是能下蛋的老母鸡，起码得30条仙糖。30条？你疯了！这可是陛下赐下的精炼蜜糖，半条就能顶1天的饿。等等，我他妈好像在极其不经意间，用最粗暴的现代互联网思维，硬生生砸出了一个古代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，而价力架就是我平台里的数字余额、发行方和最终解释权，全天下唯我一家。哎呀，我真的是该死啊！怎么就变成自己最讨厌的资本家模样了呢？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，这东西已经形成共识，传播开了，就再也没有停下的可能。我身为大罗中央银行行长，只需做一件事：精准向市场同放势利康，稳定币值，绝不能搞出恶性通胀。这个计划咬着牙也要执行到底。去通知马进武，让他的骑兵团来办。老马，这次找你来，主要是关于攻打4京的终极机密。陛下可是有什么极其凶险的任务吩咐？末将万死不辞。你立刻回营，暗中抽出一队人马，要脑子最离亮、手脚最麻利的那种。末将领命。今日之事，出我口入你耳，谁敢泄露半字，军法处置。马进武跟我去一趟书房，其他人回去休息待命。老马，你知道这个地方吗？回陛下，这是大河县，是距离敌城4京最近的一个下辖县。此地水陆交错，有极大的河道码头。那这里呢？小河乡紧依大河县，壮劳力全跑大河县谋生去了，只剩些等死的老弱病寒，几乎就是个被遗弃的荒村。3日后，5车物资1辆破板车趁夜摸进小河乡，藏好战马，换便车，分批拉往大河县。到了化整为零，带足货，去集市疯狂换东西，只记一条，尽可能跟不同的平民换，不讲价，敢要就给，一把破锄头，一只鸡，直接砸给他。遇官差纠缠，不许动手，把势力家扔给他们，立刻撤。
咱们就是去送东西的，换完就走。换来的杂货，每次去马车、烈马全换新，不准露特征。每次撤，留2个最机灵的断后反侦察，别让人摸到老底。若被大军围捕，立刻弃货弃车，全速逃回小河乡，骑快马撤回鄱阳，用极其珍贵的仙糖去换敌人的破烂，换来的破烂还要扔掉，这他妈是打的哪门子仗？乡到大河县之间密林较多，你带人提前把周围的退路踩好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臣接旨。别硬换了，拆开，免费给他们尝。这什么东西？给我也尝一口。外乡人，东西留下，命可以走。我们跟错人了，再敢跟，下一次贴在你们脖子上的就不是刀背了。撤，收起马车和所有货物，全员进林子。军爷，小的真不认识他们，就是这2天刚来做买卖的新面孔。大河县水路人多，每日来来去去，小的哪记得住啊？报什么？这哪有案子？出队！启禀陛下，20名兄弟已全数回返，无一折损。大河县官府只查扣了汽车，剩余驾力架被当地官兵私吞。四境那边呢？回陛下，已有商贾处分，官吏将驾力架带入四境传播之事，压不住了。不用再去了。前期你与20名兄弟立了大功，赏每人10份大肉套餐，另加卤蛋火腿，今日敞开吃。军令。我刚刚解锁的 F 套餐自热米饭，我还一份都没动过。这种连火都不生就能吃上热饭的战术级口粮，绝对能给敌人一个终生难忘的惊喜啊！报，四京城打过来了！我操！哎呀，我这波棱盖啊！哎呀，我这胯骨轴啊！老子现在哪儿都疼啊！这特么怎么就不按套路出牌呢？明明是我们准备去偷袭你啊！你在这个结果上反向推过来，礼貌吗？前线又有新报，陛下。老臣已为您寻得一条逃生密道，跑路出城的线路，老臣也为您规划好了。若是城破，您可由福喜护卫从此处遁走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老赵啊，我他妈才刚称帝多久，连龙椅都没焐热乎呢，这感觉就像是人家刚生丸子办满月酒，你乐呵呵的凑上去送了一套骨灰盒一样，晦气，简直是晦气他妈给晦气开门，晦气到家了！启禀陛下。四进城整整起兵50万大军，正朝鄱阳城浩荡压来，其意图以明吞下鄱阳，占据要道，自立一方。来吧，亮剑！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赢了，老子就舒舒服服躺平发育；输了，大不了18年后又是条好汉。真没想到，四江城居然敢倾巢而出，主动出击。之前探子不是信誓旦旦的回报说，城主是个胆小如鼠、极其怯懦的老头吗？看来这封建时代的所谓情报和江湖传闻根本不靠谱啊！本来该我们先打，现在硬生生被逼成守城，偏偏城头连砸人的家伙都不够。离这么近，这帮苏子不是来打仗的，这是摆明了骑到我鄱阳脸上来了。人家这军阀的军事胆量，你看人家这吞并天下的行动魄力，我尼玛，这是贴着你的脸直接住下了，这简直就是把大炮架在了老子的后院里啊！谁给你们的勇气这么狂？静茹吗？启禀陛下，敌营号称50万，实际可战之兵不过1万余人，其余都是裹挟来的流民，面黄肌瘦，队列散乱，连兵刃都拿不稳。而且我亲眼见他们埋锅造菜，锅里全是野菜粟米粥。就这分明是一群被饿到发飘的流云兵啊！这特么也叫打仗？这简直是来要饭的吧？就他们这点人，这种拉胯素质，那不是单方面屠杀吗？用现代军事降维打击这种对手不合适，太欺负人了。算了，都散了吧，早点睡，等明天看看对面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。陛下，四进城来使正在宫门外求见。哟，还懂先礼后兵，随朕去会会他。这就是两国使臣，别一会儿挂我这儿啊！你就是那个自封为帝的大罗先帝，放肆！是我，不知使臣今日前来有何指教啊？哼，没有指教，本使今日前来只为一事，劝降。数字狂妄！我今日为此何教一法？
使臣啊，你吃过早饭了吗？啊，这大罗先帝怎么回事？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啊！要不这样，我看你也挺虚的，咱们先吃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聊劝降的事儿。哼，哼，想用这点嗟来之食腐蚀本使气节。好嘛，气节没顶住，先被红烧肉和狮子头打穿了。吃饱了吗，使臣？接着说你刚才前来目的。本使今日前来是为了劝降。我四境城，兵强马壮，如今10万大军已然，这仗简直没法打了，太侮辱人了。使臣啊，你的意思朕明白了，你今日先回，明日我派使者过去，双方谈后再定如何。大罗皇帝果然是个软骨头，几句狠话就吓得要派使者求和了，便战胜了大罗先朝。可惜啊，在这个落后的时代，他不知道什么叫装逼遭雷劈。使臣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总不能让你空手回去吧？后面还有些多出来的盒饭，你带一些回去。哼，好啊。赵老，能否帮朕找个看起来唯唯诺诺、胆小如鼠，但又要绝对靠得住的人？朕有大用。陛下何必舍近求远？樊子不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吗？对呀，把樊子叫来。算了，让他直接去御书房等朕。老马，去给朕预备一些铁皮卷的喊话筒，回头有大用。末将领令。我操，樊子，你怎么胖成这样了？回陛下，跟着您顿顿红烧肉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不知不觉就发福了。哼，正好。朕有个极其艰巨的卧底任务要交给你去干。陛下尽管吩咐，上刀山下火海，俺们绝不皱一下眉头。不，没那么夸张。你明天代表大罗先朝拉一车盒饭去4进军营，记住，全程给朕装傻充愣，不管他们问什么，你都只回一句：好的，好的。送完饭立刻滚回来，绝不多待1秒。小臣领旨。来者何人？推的什么东西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可是代表大罗前来投降的使臣？好的，好的。啊。可曾带来你们皇帝的降书顺表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这行货，张口闭口只会说一句好的，莫不是故意在此戏弄本王？就不怕本王嘎了你？皇上息怒，杀了他反脏了您的宝刀，不如放他回去，彰显我军天威。滚！近臣都这般窝囊德行，大罗军还能有个屁的战斗力？要不是公子不让俺动手，俺早干死他丫的鸟王了。就他身边那几个细胳膊细腿的，俺一口唾沫都能喷倒。哎，真不知公子到底是怎么想的，还倒贴一车盒饭。诸位，这大罗使臣的丑态你们也看到了，他们必定是一群草包。没错，那大罗皇帝连个正经使臣都派不出，果然是一群插标卖首的蝼蚁。传本王令，3日后攻打鄱阳城，先入城门者赏银1两，若能活戳皇帝者，本王赏银5两。去！我操！谁在骂我？什么动静？有暗器！老天爷，是加力拔！这东西在4进地下黑市，10根就能换1两白银。1万根，1000两，活捉大罗皇帝才5两。哟，王二哥，早啊！早，李兄弟也早啊。还得是古人诚实啊！开打还要先写封信通知你，喂，我要来打你了，请准备好挨揍哦。算了，不拿现代那套欺负这帮老实人，实在没什么成就感。欢迎来到大罗保卫战，敌军还有1天抵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为了部落，算了，没劲透了。吾皇有旨，入敌军大营前100者赏士力茶1万根，夺大旗者活捉敌方卫章以上者赏士力茶300根。1万根会换多少银子？啷个哈达跟到老子冲你的路，老子就磕到他身上！那去娘子，买大赛的机会来了！我的对面的大旗全都是我的。陛下，自古两军冲锋不都该大喊杀吗？我军将士喊的都是冲啊！滚开！别挡着老子去抢前100名的价力价名额！滚开！别挡着老子去城门投降，领1000根价力价！这也能叫打仗？这可是敌军的王撵啊！你们瞎了吗？本该载入史册的国战，就这么结束了。伤亡倒是有，可全是跑太快摔倒的和被踩踏的。
谁说绝世女侠没有春天？在绝对的资本面前，高冷人设也得碎一地啊！纯特的有病！换算汇率，搞地推，连祥维金融站都搬出来了。明明让马进武带500重骑一冲就能平推的局，我居然把资本主义大杀器全用上了。这就好比用核弹去炸几只啃树皮的蚂蚁。毁灭吧！朕想静静。吾皇圣明，吾皇圣明终于安定下来了。经历这么多事情，真的太累了。各位爱卿，以后大大小小的破事儿，全部由4大内镇全权处理，谁也别来烦朕。朕打算好好休息一下了。